大家好，欢迎到狮城起装号搜 Singapore， 我是阿哲。我现在人在 Fort Canning Center 来看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特展。我一直都很喜欢来看这类展览啊，像是前年总统府开放的时候，我早上6点多就跑去排队。今天当然也不意外，看到这个活动呢，马上就上网预约，跑过来参观。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很好奇，新加坡这个世界港口，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还有它的种族多元融合啊，我一直都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这方面的知识也很不足够，就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展览呢，来补足我这方面的知识。OK， 好，展览要开始了，那我先进去喽，拜。各位，我刚看完展览出来，不得不说，这个真的是太酷、太震撼了。OK， 原来这个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呢，是指说英国人 Raffles 他最早在这边1819年登陆开埠开始计算，到现在2019年200周年。那我对于新加坡历史了解呢，最早也是从 Raffles 开始，因为这边有太多东西都是 Raffles Hotel、Raffles Place， 什么都是 Raffles。在 Raffles 之前呢，早就有人在那边生活居住了。像它里面呢就有提到呢，早在13世纪，桑尼拉武他玛就开始就在这边生活居住了。前面片头呢也用很酷、很特别的动画投影啊，加上演员的肢体表演，配上它那个花轨哦，真的是非常酷、非常震撼。很快呢带过去到 Raffles 前面的这段历史。然后我一开始还搞不懂呢，这个到底是有人在演，还是全部都是动画？因为真的是非常酷，非常的震撼。刚刚突然间下起磅礴大雨，赶快东西收一收，转换阵地。好，那接下来呢，展览呢就进到下一步，就是 Raffles 的时代啦。那我一直以为在 Raffles 登陆新加坡建设港口之前，这边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渔港，就像香港那样子一样。可是其实不是，早在14世纪的时候，这边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了。那在 Raffles 来之后呢，它开始这边大型土木重新规划，作为大英帝国在亚洲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同时间呢，也吸引很多的各国移民过来这边生活啊、居住，就觉得他们非常的辛苦。如果没有这些移民的话，真的是很难建设成一个这么大的港口城市。那也不禁想到，当初汉人到台湾开垦生活也是一样辛苦啦。那后面场景呢，带到了一个360度旋转的舞台，还有一个很酷的2个很酷的投影荧幕，而且那个投影幕是会变化的哦，会带给观众呢有不同层次、不同震撼的感受。那这边呢也有带到一些比较黑暗的历史，像是鸦片问题啊、种族问题啊，还有2战日本人攻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些历史。其实感觉各国历史都蛮像的啦，这样都是打仗啊，1战、2战这样子。那后来呢，场景带到了一个很破旧、昏暗的走道，这边就是有2战的历史了。那其实我觉得这边跟台湾的历史有点像，在2战的时候是日本人一路从北方打下来，打到东南亚。台湾的时候也是被日本占领殖民，那也有一系列的抗日，这边也讲述了一些本地义勇军抗日的。后面好像还有找一个当时候的生还者来分享那时候日军屠杀抗日的历程，非常的痛苦，非常黑暗。其实好像看起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直打仗啊，从以前打仗到现在贸易战都是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场景呢，是一个室内下雨的房间。这边讲述说，新加坡从2战结束脱离日本，回到英国，最后呢又独立出来，这段建设的世界。后面还有 SARS 啊、足球啊这一些的。Okay， 这边动画的非常酷，非常的印象深刻。Okay， 整体而言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次的展览，从展览的内容、整体的影音享受，还有它的历史文化介绍，到最后的投票的部分呢，我都觉得非常的棒。那还有它周边的文宣啊、推广啊、宣传都做得非常的好。如果你对这个展览呢也有兴趣的话呢，赶快上网预约，趁展览还在的时候赶快过来看吧。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分享、订阅加按赞，拜拜。